不该出现的上古文明遗迹，令人惊叹的巨石建造技术。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张的频道。之前我们聊过许多巨石建筑，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巴勒贝克神庙遗址。在黎巴嫩中部的贝卡尔谷地有一座太阳城其中就有一座神庙被称为巴勒贝克神庙。这座神庙呢，坐落在贝卡尔谷地的圣山山顶。在巴勒贝克神庙中有3座神殿，它们分别是供奉罗马主神朱比特、酒神巴卡斯和爱神维纳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神庙的遗址。在这座神庙中呢，石台上分布着各种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石柱、石像、石阶等等。它们看起来非常的精细，并且非常的巨大。引起人们巨大兴趣的，并且感到不可思议的，就是这里的巨大石头雕刻。在最大的主殿朱比特神殿，它的基座有3块巨大的石头，叫做特里松石头。这3块巨石每一块都是长21米。高4米，宽3米，被人工切割成长方形，严丝合缝地放置在底部，贴合得非常紧密，连刀也插不进去。其中最重的一块重量超过1400吨，小一点的也有1200吨。1200吨是什么概念呢？人类制造的最大飞机安东诺夫安225运输机，它的最大起飞重量是640吨，也就是说，这一块石头相当于2架安225运输机。更让人注目的是，这3块巨石离地有4米高。这3块巨石被放置在7块石条上，而每一块石条呢也有350吨重。看图片我们可以看到，人站在这些巨石面前是显得很渺小。在这座神庙的过道中，也都铺设了切割后的巨石，每一块都有800吨以上。在距离巴勒贝克神庙几百米外的采石场中，还发现了另外3块更大的巨石。第一块被称为孕妇之石，它长19.6米，高6米，宽5.5米。估计重量为1000吨。这块石头是以一种凸起的角度放置的，它的底部的最底下部分仍然连接在采石场的岩石上，好像它准备好被切割下来，并运送到神殿的基座上去。后来附近呢，又发现了第2块切割好的石头，重量估计也是1200吨。在2014年的时候，人们通过发掘发现，还有一块更大的，它的位置在孕妇之石的下面，它的重量呢，估计可能达到1600吨。这个重量呢是估计出来的因为人们还没有对下面的这块巨石进行发掘。在巴勒贝克神庙用的石头呢，都非常的大，甚至说这些石头的体型是相当巨大，都在1000吨以上。当我们比较一下站在石头旁边的人的时候，就会发现呢，这些石头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因为这些石头实在是太大了。如果做一个比较，看一下埃及的胡夫金字塔所用的石头，
它最重的也只是100多吨左右，和巴勒贝克神庙用的石头相比是小了很多。我们再看一下巨石上的痕迹，比如石块上的犁沟、手工切割的孔洞，还有拼接缝的这些毫米级的误差，这些都刷新了我们人类对古代技术的理解。巨型石块的表面呢，拥有非常奇怪的平行的刮痕，这些刮痕显示出古代人类可能拥有比现代更先进的工具和技术，并且呢，这些痕迹的精确度让人怀疑古人是不是使用了类似现代机械的切割工具。这些石块从采石场被运送到800多米以外的山上，并且以某种方式呢被抬离地面将近4米。它们被精确地放置在一排石头上。面对如此大的巨石，古人又没有机械设备，是怎样运输的呢？按照考古学家对金字塔建筑的推测，金字塔是埃及人利用河流或者滚木的原理搬运建造的。这个理论很多人也表示认同，但这个理论呢，在巴勒贝克神庙里是行不通的。首先呢，巴勒贝克没有运河就不用考虑使用木筏来漂浮这些巨石。其次呢，这些巨石单块重量超过1000吨，如果用滚木来运输，会导致下方的滚木下沉甚至损坏。那么就算他们能用滚木来运输到指定位置，那么如何抬起这些石头并且放置在4米高的位置，也是一个无法解释的问题。因为运输和升降根本不是同一件事。假设说古人可能使用了杠杆、滑轮、绳索等简单的机械来完成了这项壮举，但是这些机械的原理和效率都有限。要想启动这些巨大的石头，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时间，还有一个很好的组织工作。而且这些机械的材料也需要足够的强度和耐久性，否则呢，很容易断裂或者损坏。有学者做了实验，他们把重量1吨的石块只是1吨，用原木架起滚动，结果发现呢，16个人需要22个小时才能使这块石头前行500米。如果按照这个比例推算，要想移动一块1000吨的巨石，就需要16000个人和22000个小时，就是900多天。这显然是不现实的。这样看呢，这个遗迹就不像是人类建造的。那么是谁建造了巴勒贝克神庙呢？巴勒贝克神庙的建造过程一直是众说纷纭。有一种说法是，巴勒贝克神庙最初是腓尼基人崇拜太阳神巴勒和月亮女神阿斯塔特的祭祀中心。后来呢，这里被罗马人征服，罗马人扩建成了供奉朱比特、巴卡斯和维纳斯等神的神庙群。另一种说法是，巴勒贝克神庙最初是由一些超越现代人类的古老的史前文明所建造的，他们使用了一些超出人类理解范围的技术和方法。按照这种说法呢，巴勒贝克神庙是早于腓尼基人时期或者罗马时期建造的，而腓尼基人和罗马人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修建了神庙建筑。证明这个说法的证据就是，如果把巴勒贝克神庙的基石部分和上方的建筑分开看待，可以看出早期的高技术巨石切割和后来的罗马人的普通建筑是有明显的区别。这些神殿下面巨大的基石表面
还有古老的风沙侵蚀痕迹，它们的建造时间大约可以追溯到万年以前。就是说，底部的基石是由古老的史前文明建造的。在公元前2000多年，腓尼基人在这里修建了神庙，用于祭司太阳等等。到公元前64年，古罗马皇帝征服了这里。罗马帝国在腓尼基人的巴勒贝克神庙原址上继续扩建，把神庙分为3个神殿。另一个证据就是与遗存的古罗马建筑对比，可以看一下罗马的斗兽场。斗兽场是由很多小型的石头和已经失传的水泥工艺建造的。这些石块和巴勒贝克神庙的石头相比就太小了。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罗马古代建筑，虽然这些建筑遗址也很宏伟壮观，但是它们的基石部分所用的石头非常的小，完全无法和巴勒贝克神庙相比。而且呢，巴勒贝克神庙离罗马帝国的首都有2200公里远。罗马人真的愿意在远离帝国的地方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开凿运输这些巨大的石材，用于建造神庙的地基吗？而这些巨大的石材为什么在罗马人自己的首都都没有使用过呢？此外，当时的古罗马人正在连年征战，就算有方法建造这样的神殿，那么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建造出来，仅仅是为了祭拜吗？还有呢，古罗马人从没有在文献中提及这项巨石工程，他们详尽记录了他们的万神殿、斗兽场、浴场，却对巴勒贝克神庙的巨石只字未提，这是忘记了还是刻意回避呢？如果说腓尼基人和罗马人是在前人遗址上进行了一些翻新装修，然后重新赋予了这些建筑一些功能，那么这就显得更合理一些，就是说他们并非神庙的最初建造者。巴勒贝克神庙可能最初是由一个先进的上古文明所建造的，可能就是在大洪水之前建造的。在世界不同的种族都有一个共同的传说，就是一场发生在远古时代的大洪水。这也就解释那个采石场突然被废弃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场灾难性的事件大洪水，导致那些巨大的石头并没有完工，并且被留在了原地。看巴勒贝克神庙的位置，人们发现这里还与埃及最大的胡夫金字塔有着几何学上的联系。两座古迹之间经纬度的划分形成的夹角是51度51分，这个精确的数字是与胡夫大金字塔外立面的底角相同的。大家知道，胡夫大金字塔包含着很多几何原理和天文比例，比如胡夫金字塔的底角是51度51分，这样每一个面的三角形面积就等同于高度的平方。胡夫金字塔的塔高与塔周长的比例就是地球半径与周长的比例。这说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建造金字塔的人已经知道了地球是圆形的，金字塔顶正方形的边长乘以2再除以金字塔的高，恰好约等于 3.14， 也就是圆周率。巴勒贝克神庙与胡夫金字塔的位置说明它们有某种联系。有人认为史前的一些建筑或者神庙是根据大地测量原理建造的，而这个大地测量原理的中心点就是胡夫金字塔。这座金字塔被刻意地设置在北纬30度线和旧世界大陆的中心，作为古代世界子午线大地测量的标志。而建造巴勒贝克神庙的上古文明，他们的目的可能是
把这些巨石按照一定的规律和方向排列，然后呢，可能用来作为一个能量站或者一座天文观测台。这个上古的文明可能掌握了一种所谓的减重技术，通过水、气、声波等方式呢，改变石块的有效重量。这听起来呢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大家知道，现代物理实验已经可以看到，能让水滴在超声波站立波中悬浮，这是一种使流体和固体颗粒在声场中悬浮的实验。或许上古文明就是用了类似这种减重技术来运输巨大的石块。巴勒贝克神庙的史前巨石是令人敬畏和惊叹的，也是史前高级文明存在的证据，也证明先进的史前文明拥有超过人类可以想象的技术。关于巴勒贝克神庙，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谢谢观看，下次再见。